嗨，我是席梅吴，小伙伴们好。您是否因为今年的持续加息心烦意躁？是否因为加息不敢入市？是否因为加息考虑要卖掉房子？是否因为加息在观望并等抄底的时机，认为也许可以等到合适的时机入手，这样能少10几20万就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？你懂我。如果我描述的是您，请看下面我们的分析，也许会帮您找到你想要的答案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：加息，注意4大后遗症。首先看到这个标题，不要以为我会聊前面提到的各种消极的后遗症，比如因为持续的猛烈加息，市场恐慌，股市动荡，虚拟货币下跌，前2年极其火热的房市也开始放缓，甚至有崩盘的危险等等。因为这类悲观夺人眼球的文章，相信大家都读得要吐了，不需要再额外的添油加醋。我今天要聊的4大后遗症恰恰相反，有危就有机，往往市场动荡，人们惧怕的时候，隐藏着极大的机会。消极的人总是看半杯水空，积极的人在困难的面前总能找到解决的方案，并使自己越战越强大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入主题。对比市场的消极言论，我这里要聊的第一个后遗症，也就是因为加息反而使房产越来越值得投资的好的后遗症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？前2年因为疫情，利率跌到了很多年都没见过的历史低位，使得各方牛鬼蛇神、7大姑8大姨都涌进了房市。真的，当时身边的亲人、认识的朋友，连隔壁的大妈都在讨论房市，都想在火热的房市上分一杯羹。大家都在想着买，一度把价格往上推。再加上政府疯狂的印钱发钱，当时封城热钱无处可去，又都流向了房市。刚才加上烈火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所谓物极必反，越赢则亏，手里的沙握得越紧，漏得越快，柴烧得越旺，就会灭得更快。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，手中的球抛到最高点，一定会下落，谁能违逆自然的规律？当年日本的经济倒退，也发生过类似的房市过热的现象。现在因为加息，看似是坏事，其实是帮过热的房市降温，挤掉多余的泡沫，把房市又引向更健康的发展方向。长远来讲，绝对是好事儿。所以您说是不是越来越值得投资了呢？手里有资产的小伙伴们，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抛售掉手里最值钱的房产。我太难了。第二个加息的后遗症，也就是丛林法则，弱肉强食，把不合格的投资者踢出去的好的后遗症。如前面第1点所讲，因为当时的低息，各路人物都涌进了房市，其中很多人自己本身没有太多的投资知识，属于人云亦云，看着很多人都去做，生怕被抛在后头，也想跟着做的绵羊人群。这类人很少独立思考，只基于表象，如墙头草一样，风吹两边倒，一看情势不对，马上抛售，甚至因为着急而出手去降价，破坏了市场的健康。除了这一类人，还有想赚热钱、快钱的投机者。房产属于长线的投资，一般情况下都是要持有至少5到10年才会看到明显的回报。但这类投机者只想赚快钱，低买高卖，因为想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尽快多入手，以便能赚更多的差价和快钱。很多时候他们不惜去逼类银行、私贷等借款。市场行情好是一回事儿，一旦市场行情转向，比如最近的猛烈加息，这类人因为过高的杠杆马上扛不住了，树倒猢狲散，往往主动或被动的贱卖掉手上的投资房，又是破坏了房市的健康。除了上面讲的这2类人，还有别的一些林林总总，不懂房市乱投一番，没有能力驾驭房地产，没有生意头脑的人，也因为加息恐慌被淘汰出局了，留下的都是精英、顽强意志的人。
这样的一群人绝对会让房地产越来越强。拿公司裁员举例，重组架构的时候，一定是去掉弱的，留下最优的人才啊！所以您说这是不是又是好的后遗症呢？小伙伴们看到这里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周五干货分享。接着看下面，我们用现实的例子给您更详细的分析加息后的第三个后遗症，也就是对于一部分买家，特别是自住房买家能轻松入场，有更多选择的好的后遗症。先不说什么时候是底，相对于前2年磕破头皮去和几十号人抢 offer， 不理智的出价，现在自住房的买家能够轻松入市，不但有更多的选择，也许还能和卖家谈条件。要知道前2年不但不可能和卖家谈条件，许多人还是要放弃验房，甚至有些要出全款没有贷款的情况下才抢到了 offer， 抢到的还不一定是自己心仪的房子。我身边的一个好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小房换大房，当时买的自住房是放弃了验房条件，甚至是交接时间被卖家要求推了好几个月，以至于等到利率升了一次的情况下才含泪拿下的。其中的辛酸，没有参与过当时激烈的抢 offer 大战的人是无法理解的。所以您说现在是不是一个入市的好时机？特别是人口有不断的移民涌入，供小于求的大城市，这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。说得好，我实在太崇拜你了。也许看到这里，有些人又会说，现在买月供高很多了呀，我支付不起。但是买到的总价低，不是又平衡回来了吗？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赚了。月供付不起，就努力的增强自己的能力，赚更多的收入去解决。强者总会找解决的方案，而弱者总是有借口。在年轻的时候不好好努力一把，好日子就会抛弃您。有借口不去买房的人，无论何种情况，总是能找到理由不去买。不好意思地说一句，这类人注定命中无财。这样的犹豫不决，也许租房对他们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这里不怕大家骂我，根据自己过往认识的人和事，字字出自肺腑。如果能点醒某些装睡的人，也不枉我辛苦码字。基于上面聊的，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以便更好理解。2021年11月左右买的一套独立房，贷款57万加币，当时的利率还在比较低位，如果没记错，浮动利率 1.6 左右，月供1926.42。现在用 TD 的贷款计算器来计算，选的同样的浮动利率，因为加息利率增高到了 5.7， 月供因为利率的上涨变成了 3284.29， 拿利率上涨后的月供 3284.29 减去原来低利率时候的月供 1926.42， 等于 1357.87， 也就是每个月的月供多出了 1357.87。用同样条件5年来计算， 1357.87 乘以5年，也就是60个月，等于 81,472.2。 乍一看这个数字，是不是很多人都吓晕了？天哪，多出了8万多，太恐怖了！先别着急，在恐慌之前，先看完下面的分析，再做结论。还是拿实力来说话，一个房子升息前的叫价90万左右，当时房市火热，叫价是90万，不代表最后卖价就是90万，因为当下的情况一般都是好几个或10几个人都在抢 offer， 先别说要不要多加钱，因为竞争者多，能不能抢得到还不一定。现在加息后，同区域同类的房子叫价降成了70万左右，也就是两者之间差了足足20万，这绝不是玩笑，就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件。相比这省下来的20万，刚才算的多出来的8万多月供，是不是有点好笑了？再者，刚刚算出来的8万多，其中还有一部分是还进本金的，还是基于最坏的情况，也就是利息一直保持在高位的情况下算的。现实情况是接下去的几年利率会调节，特别是往低调，到时还进本金的钱就会更多更划算了。
所以说，手头有足够现金的自住房买家是不是应该入场？高出来的月供用原本作为首付款的现金分月填进去，不用把一大笔首付锁死给银行，资金利用率反而高了。看不明白的建议多看几次，再看不明白的邮件我。我们的邮箱是 mingandalex@gmail.com。咱频道的好处就是用最接地气的话分析给你们听，说到明白为止。聊完上面3个加息后的后遗症，我们来聊聊最后一个，也就是因为加息，市场十分有利于手头余粮充足、有贷款能力的投资者入场的好的后遗症。和自住房买家一样，现在进场有更多的选择，幸运的情况下，也许还能捡个漏。特别是刚好赶在加息这档儿才解决了贷款问题的投资者，不建议往后观望。市场如何走向，谁也无法预测，但是现在能抓住的就是最好的现状。房地产其实是一个很傻的投资，如前面所讲，只要所在的城市有人口不断的涌入，能吸引人才的大城市，撇开市场的迷雾看当地本质，如果供小于求，自己余粮充足，能长期持有，绝对是赚的。当然上面都是基于自己的认知做的分享，不作为投资的建议。每个人投资情况不同，请咨询自己的理财师再自行决定。上面就是今天想要分享的4个加息后的后遗症。这里我们再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聊的内容，方便小伙伴们理解。加息后的4个后遗症分别是： 1. 加息帮过热的房市降温，挤掉多余的泡沫，把房市又引向更健康的发展方向的好的后遗症。2. 加息把不合格的人淘汰掉，留下精英，使房市往更好方向发展的好的后遗症。第3，加息使自住房买家能轻松入场，有更多选择的好的后遗症。第4，加息让手里有足够余粮及贷款能力的投资者轻松入场的好的后遗症。上面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能给您带来一丝丝启发，请动动可爱的小手给我们点个赞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每周5都会和大家分享有用的实战经验，特别是关于房地产投资、管理、租客、创业等知识，小伙伴们别错过哟！也祝愿帮我们点赞的小伙伴们财运顺畅，荷包满满。这期就聊到这里，下周我们不见不散咯，拜。